前3集我们一直在讲太阳系统，太阳处理的是人体和外界之间的边界，它像智能大楼的门窗、排风和外部接口。核心问题是，该开的时候不能开，该关的时候不能关，排出是否有效，底层能量是否支撑得住。从这一集开始，我们从外部边界走进内部系统。嘿，你好，我是轩有成，好久不见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今天讲阳明。很多人一听阳明，脑子里马上出现一个字：热。阳明热，阳明实热，阳明辅热，好像阳明就是热。但在我的功能变量模型里，阳明不是一句热可以讲完的。阳明更像一套内部处理系统，它负责接收、加工、推送、清渣，也负责处理内部管道的压力和沉积。如果你只说阳明是热，你只看到一个系统的结果，但你没有看见这个热是怎么来的，它是不是内部处理产生的副产品，它有没有伴随堵塞，它是不是被管道压力推高的，它有没有和水液系统牵连。在功能变量模型里，阳明系统叫做内部处理系统。如果继续用智能大楼的比喻，太阳是门窗和排风系统，阳明就是大楼内部的食物处理和垃圾清运传送带。它接收外来的物质，它进行加工处理，它提取能用的部分，它把剩下的糟货向下推送，它要维持传送带的节律，它还要保持管道通畅，不能让沉积物卡住。所以阳明的关键不是只有热，而是处理系统能不能正常运转。热只是阳明系统运行时可能出现的结果之一。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阳明系统天然具有产热性，任何内部处理都会产生热。一台机器运行会发热，一条传送带高速工作也会发热，一个垃圾处理厂处理负荷很大也会产生热量。所以热本身不一定是故障，关键是这个热是否和处理负荷匹配。如果处理负荷大，系统适度升温，这是运行副产品。但如果产热率持续失控，远远超过散热和水液系统能承受的范围，它就变成故障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把阳明简单讲成热，因为同样是热，背后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结构。一种是纯粹处理亢进，管道没堵，只是系统空转过热；一种是内部有沉积物堵住，管道压力升高，堵塞物发酵产热；还有一种是推送力不足，东西走得慢，停留时间太久，也会产生发酵和预热。所以热只是表面，真正要问的是热从哪里来，是空转，是堵塞，还是推不动。在功能变量模型里，阳明系统至少有5个核心变量。第一个，推送力矩，符号是 T， 它表示传送带每一次向下推送内容物的力量。推送力矩太低，内容物就走得慢，甚至停住；推送力矩过猛，也可能增加摩擦和产热。第二个，推送节律，符号是 RH， 它表示传送带运行和暂停的节奏。节奏太慢，内容物停留太久，可能发酵产热；节律太快，摩擦增加，也会产热。第三个，管道内压，符号是 P， 它表示内容物对管壁造成的压力。压力升高就会出现胀、满、痛这一类管道压力信号，压力极高甚至可以形成硬满巨暗的状态。第四个，沉积物量，符号是 D， 它表示没有被及时推走的固体积聚总量。沉积物一多，就不是单纯热的问题，而是清胀问题。第5个，产热率，符号是 H， 它表示这个处理系统单位时间产生的热量。
产热率适中是正常运行，产热率过高就会形成阳明功能亢进。你看，一旦把阳明拆成这5个变量，问题就清楚了。那什么时候模型才应该进入阳明系统？同样不是看到一个关键词就进去。阳明系统有自己的进入条件。第一类，产热异常信号，比如全身高热、潮热、大汗、大渴这类明显的热量处理异常。第二类，管道压力异常信号，比如腹胀满、腹痛、拒按。第三类，推送障碍信号，比如便秘、排便困难、排后不畅。第四类，沉积物信号，比如多日不解、大便干结、硬结。但这里要注意一个小坑，单纯食欲好、能吃不构成阳明故障，因为一个处理系统工作能力强不一定就是故障，只有当产热、压力、推送、沉积这些变量出现异常，才真正进入阳明系统推演。关键词读法问，有没有热，有没有便秘？变量读法问，内部处理系统哪个参数偏了，偏什么方向，有没有证据支撑？如果确实进入阳明系统，下一步关键问什么？我的答案是先看腹部状态。这和太阳系统不一样，太阳系统第一关键问是出汗情况，因为太阳处理体表开合。阳明系统第一关键问是腹部状态，因为阳明处理内部管道。如果是纯粹功能亢进型，可能热象很明显，但腹部没有明显胀满硬痛，系统像机器空转过热，管道并没有堵住。如果是阻塞实症型，关键就变成了腹满硬痛拒按，大便不通。这时候不是单纯热，而是有沉积物卡住管道，管道内压升高。如果是功能性瘀滞型，可能腹满，但按着是软的，它不是硬堵住，而是推不动，节律乱，传送带没有把东西顺利送走。所以阳明不是只看热不热，而是要看腹部是软还是硬，压不压，堵不堵，推不推动。这就是内部处理系统的第一关键问。阳明系统的第一层可以先分成3个方向。第一，功能亢进型，它的核心是产热率 H 过高，处理系统运转的太亢奋，像机器空转过热。这类方向的关键是热象明显，但管道没有明显堵塞，也就是说 P 和 D 并不高。在古代文本和经方逻辑里，这一类常常会被放到白虎汤逻辑里理解。第二类，阻塞实症型，它的核心是沉积物量 D 升高，管道内压 P 升高，内部有形堵塞，推送力矩不足以克服阻力。这类方向不是简单的热，而是堵塞带来的压力、疼痛、发热和清胀需求。在古代文本和经方逻辑里，这一类常常会被放到承气汤逻辑里理解。第三，功能性瘀滞型，它不是堵死了，而是推不动，传送带的动力下降，节律紊乱，内容物走得慢，但还没有形成严重硬结。所以它和阻塞实症型不同，一个是堵住，一个是推不动，一个是硬满拒按，一个是胀而按之软。这3个方向一分清，阳明就不再只是热，它变成了一个内部处理系统的故障分流。这里我想强调一个很重要的证据闸门，腹部状态。因为在阳明系统里，腹部状态非常关键，因为它直接对应管道内压 P 和沉积物量 D。如果腹部硬满拒按，疼痛明显，这就是内部管道压力升高的强证据。如果没有这个证据，即使有几天不大便，也不能轻易判断为严重阻塞。为什么？
因为便秘可能来自不同机制，可能是推送力矩不足，可能是节律紊乱，可能是进水不足，内容物干涩，也可能是少阴能量不足，系统根本推不动。所以 AI 只看到便秘2个字就跳到强力清胀逻辑，这是很危险的。所以我会说，阳明系统里腹部状态像一个证据闸门，没有沉积物和内压证据，就不能把清胀逻辑当成默认答案。一个好的 AI 伤寒系统必须把能不能下结论放在下什么结论之前。阳明也不是孤立系统，在6大功能系统里，阳明有一个重要耦合对象，太阴系统。阳明负责固体内容物的受纳、加工、推送和清胀，太阴负责水液运化，处理进水和废水。这2者形成一条固定液体链。如果阳明推送停了，内部沉积物堵住，压力上升，就会压迫太阴水液运化。如果太阴进水不足，内容物得不到润滑，也可能加重阳明的干结和推送困难。如果太阴废水太多，阳明管道也会被水池拖慢。所以阳明的热、堵、胀、干不应该孤立看，它经常和水液系统相互牵连。这也是为什么功能变量系统不满足于说阳明热，它会继续问阳明是空转过热、有形堵塞、推送无力，还是和太阴水液系统一起失衡。我宣有成，功能变量模型创始人。世界不是物体，而是关系。我们下一集见。